我们常在生活里面说一句话：地球离了谁不转啊？但是我们又经常在爱情当中听到这么一句话：没有他我得死。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袁26岁，来自河北，职业是演员；女主人公小赵24岁，来自陕西，现在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没他活不了了。是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他是挺讲道理、铁看透的一个人。可到最后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导致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现在就是可能对我有意见，就是嫌我猜疑心太强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女孩都会有这一点，而且我可能也是因为太过于爱他的原因。因为我们那时候认识是在那个开心网上偷菜，我发现有个男孩经常在半夜的时候偷我的菜，我就问他为什么偷我的菜，怎么了？但是我跟他聊天嘛，通过1个多月的聊天，我觉得他这个人说话挺风趣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，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刚开始他是做房地产销售的，然后我们就天天在一起，那个时候的时光是特别快乐的。然后过了2个多月，他就是因为房地产不景气，他就换工作了，做了演员这一行。经常就是要去外地拍戏，然后一去好长时间。有一次，那是他第1次出去拍戏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忍不住就是翻他信息嘛，结果真有个就是女孩给他发信息，叫他亲爱的呀，宝贝儿怎么样？我也知道剧组就是美女很多嘛，再加上这个短信的事儿，我就也就是开始就不信任他了，然后。就是他去拍戏的时候，我就是经常会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就不接，一不接我就急了，一个接一个的打，一天会给打上百通电话，渐渐的他就烦了，给我提分手。你的电话你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，走之前我就跟你说过，如果你打电话我没有接，我肯定是在工作，不方便接电话。刚开始的时候事后我会回过你。不是这样的，刚开始的时候你只要打电话打到我的手机，甚至停电。哪怕1个字你也得回我，因为人家说了，一个人爱一个人程度和回信息的程度的速度是成正比的。这是谁说的呀？如果你不那么打，也许我还不会觉得我有多么大的负担在你身上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他就轻易的跟我提了分手。怎么没分掉呢？他在长春拍戏，那是11月份，我就买了站票，他那也挺少的，我就站了1夜站过去了，人特别多，火车上。当时他到那个地方，我也觉得挺感动的。所以你就不分了是吧？对，当时我说句实话，有点不忍心。后来呢？好了之后，但是没过多久还是一样，生活还是一样，他还是要长期去外地拍戏，就我自己在家。你今年不是只有24岁吗？为什么不工作呀？因为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是也刚大学毕业出来，然后不好找工作。他就说：“宝贝儿，工作不好找，你就待在家给老公洗衣服、做饭什么的，我养着你怎么的。”我说让你不找工作，不是说你一直可以待下去，人要有自己的事，要有自己的工作，要有自己的交际圈。你刚开始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你就待在家给我洗衣服、做饭就行了，我就为了支持他的事业。你总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吧？我就是为了他支持他的事业，我在放弃我事业。最后他也你老说你支持我的事业，可是你理解我的事业吗？你理解过我吗？他也就是一直逼着我出去工作什么的。好，那你干嘛不工作呀？因为刚开始他觉得平面设计这一块就是挺好找工作的，他就给我报了一个班，我挺不愿意去的，我也不愿意学。当时是因为我怕他不开心，我就去试试看，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呢，我就不像以前那样擅长与人交流，就感觉和大家融不到一块儿，没有话跟他们说。我觉得我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只能跟他谈得来，而且我也学不进去，所以我就坚持了没几天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可以不工作，我可以花钱给你报班，让你去学习，为了什么？我想让你走出去，有一个你自己的。那你以前都不让我走出去，那证明你现在已经不爱我了。你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让我出去工作呢？以前你都不这样。你说报班不愿意学，去健身房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你说可以去练瑜伽，可以去跳舞，花几千块钱办了一张年卡，你又去了几天，拢共加起来也没有半个月。这怎么解释？这是一个去让你放松的地方，你都放松不下来。因为他一直跟我说，就是喜欢以前那个活泼开朗、就蹦蹦跳跳的我，然后我就想去学学看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就是我去了之后就融入不到他们那种氛围。他们就特别快乐，然后在那蹦啊跳啊的，还弹得特别蓝，然后就我自己躲在角落里，我就心里就更难受。这样还不如我回家待着吧。然后我就
就去了几天就没去了。是不是现在你的世界里只有他呀？是。你们俩认识多久？4年了。就是你4年一直过的这样的生活呀？是。你为什么这也没找工作呀？好多公司人家就是说，就是不要这么没经验的。你家里人知道你跟这个小伙子谈恋爱吗？知道，父母还是就是挺不同意的，因为他说演员这行不靠谱。因为他，我就现在父母不怎么联系，我经常劝你，我说你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回去看看。我劝过你，你不愿意回去，这个结你总是要解开的。他总是说你回去看，但是平时他又说你不要回家，回家你老公这家里都没人照顾，没人收拾，你看老公天天在外面，而且我的朋友还有我以前有好多闺蜜，我们经常出去玩啊怎么的，我也挺开心的。然后就是因为他，我的闺蜜也没有了。不是你的闺蜜都是什么人？那这是因为他过生日。作为一个女孩，抽烟喝酒还能干什么好事？你说你跟他们能学到什么？就是他过生日，然后说去 KTV， 我让他去，他不去，然后就跟那女孩我们一帮朋友去了，然后可能就晚了一点回家，然后就喝了点酒，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，他说你以后喝酒都别叫上他，然后我朋友还打电话说你交着什么样的男朋友啊？我就是因为护着他和我朋友还吵起来。你们俩就已经这么坚持了4年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是这样一直。下一步你的打算是什么？我接下来打算，我觉得我们俩有必要试试分开。这么多年，其实都挺痛苦的。我不觉得痛苦，因为他对我挺好的，他就是把工资都打到卡上，把卡都给我，然后钱都让我保管，但是我从来也不乱花钱。那他现在经常回家吗？不，而且回家待的时间很短。你告诉我，他不在家的一天你是怎么过的？我就待那儿，然后看着时间，想着他这会儿干嘛呢？然后在他的生活里边没有白天。打电话就这样，然后现在就是黑白颠倒了，晚上就是睡不着觉，白天就是睡觉，就这样。他有没有类似于像自杀这样的举动？有，只要是我们一闹矛盾，我不活了，我撞车去，我跳楼去，我就在后边追，后边撵。万一你说一个不小心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真的负不起这个责任。你现在是害怕跟他分手，还是说不想跟他分手？说句实话，我现在是挺想分开的，可是我有点不放心，不知道他以后一个人会怎么生活，怕他就是有时候想不开，做一些这个极端的行为。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应该都会这么去做。但是他说他关心我。你是怎么把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女孩用了4年的时间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女孩的呢？我是经常在外地的，他自己待在家里边，就可能就是长时间下去给他造成了一种这个环境呀，或者是他周围的这些人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因素啊。为什么不工作？他每次就是他说你自己，别老说他。因为我觉得是学什么的？学那个商务的。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本科。本科。可能是长时间习惯，我就只想着就是平平凡凡的，然后就是跟他成一个家。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爸妈他们就是特别爱吵架还有打架，所以在感情这方面我就是特别就是没有那种安全感，我就是特别不相信男的，因为我从小看我爸爸经常打我妈妈，然后我就想着我长大了之后我要找一个只要他对我好，我就是愿意为他放弃一切，就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事业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好吧，如果他今天就走了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想都不敢想是吧？我在看文案的时候，编导说他是这么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脑海里面一下我就恍惚了一下，有一个跟他最像的，只不过岁数比他稍微大一点。我特别让他们准备了一段视频资料，我让你看一下，你看看像不像你？来。我盼望着有一天他回来了，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所以那时候我每天虽然是很累很艰苦，但是我满怀着希望。我每天累得要死的时候回到家里，对着我们的相片，我会跟他说：“老公，我回来了，我今天都干了什么什么，我今天赚了多少钱，我已经扛得太多了。”所以我当时就想开了，可能我的离去是对他，我爱的人一个最好的方式吧。能拥有这个孩子是我这么多年的梦想。就在我把这个消息都告诉给我家人和身边的朋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我们不能结婚，让我把孩子打了吧。
因为那个天是个冬天，很冷，我身体也着了凉，我就吃什么吐什么，7天7夜没有吃东西，也吃不下。我去医院是想把这个毛病治好，让我顺利把孩子生下来。可是他却是去医院给我买打胎药。这个时候我很无助，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，我从来吃多少苦我都没有跟家人说过，我没有跟父母抱怨过，说我多么的不容易，都是说我在外面很好很好。可是这次我第一次给家人打了电话，我说爸爸救救我，妈妈救救我，妹妹救救我。可是他们没有人能救得了我。你看这个什么感受？像你吗？我觉得我比他好。你怎么比他好？他确实比你惨。这个女孩子自己打工挣钱，把她的男朋友送到了美国去读书。男朋友从美国回来之后，发生了重大的情变，就要跟她分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是比他好是吧？是。你比他好在哪儿啊？因为他对我好。这不同样是要分手吗？但我觉得你觉得你像他吗？不像。好，如果有一天他决绝的就要跟你分手，就跟那个女孩一样，你就面对这个问题了，怎么办？我不分，我宁可死，我都不跟他分。你不觉得你的思想有点太偏激了吗？他经常还骂我，就说你有病。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在一家彩票店买彩票，然后他就不想让那个老板卖我彩票，他去给那个老板说，他说这是我媳妇儿，就是脑子有问题，你别卖她了。他那时候是玩那个刮刮乐，他坐在那儿一天好几个小时不干什么活，就刮那玩意儿。那得多少钱啊？一共加起来将近2万块钱。没有，就是那天我看，就是我们小区有个老太太买了一个5块钱的，就是她刮，结果刮了25万，然后把家房子再重新装修了一遍。我就想着我天天在家没事儿，然后她也鼓励我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占便宜的事儿离你太远了吗？然后你能现实一点吗？我就想着这既能挣钱又可以打发时间，我就去了。我还中了5000块钱呢。不是你投了多少钱啊？那1万中了5000。哦，那不等于赔了5000吗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别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就既然这个馅饼能把你砸死，你偏不信。但你也不应该给人家说我脑子有病啊。那我不说你脑子有病，那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会花2万块钱去中5000块钱，结果全部赔进去？你省下什么钱了？你说给我省钱？你想想，我天天自己在家也没事，而且你每次回家之后，你在家里边没事，我给你办了班让你去学习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每次回家之后，你就是往沙发上一躺，你要么看电视，要么就睡觉。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干。每次他去剧组拍戏的时候，比如说去拍20天，他就会带20双袜子，干干净净袜子带出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回来20双脏袜子，就是让我洗。我还每次给他做饭什么，等他回家，他不爱吃肉，然后我就跟着他，我就不吃肉。其实我特别爱吃肉，我就跟他吃素。但是我想着他在剧组就是条件特别艰苦，怕他吃不好，我就在网上查洗，学各种炒鸡蛋、煎鸡蛋，给他做各种鸡蛋吃。因为他除了蒸鸡蛋、做鸡蛋，还有别的菜吗？因为他就只吃鸡蛋。你心里还有他吗？除了责任之外，你还爱他吗？我现在只是挺害怕的，如果一句话说错了，他可能就会发脾气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你就喜欢我小心眼，就是喜欢我的小脾气，就是要宠着我、惯着我的。可是你应该有个度，有个分寸。那你现在不是也对我挺好的吗？从来就不打我。好嘛，就说一个男人不打你就是对你好是吗？对，而且他还经常给我买奶喝，他觉得我自己在家懒得做饭，经常吃不好，然后他就给我每次回来就会给我买好几箱奶放那让我喝。我再问你啊，从今天开始你们俩还是男女朋友，但是他不给你钱了，你能独立生存吗？有点难。现在我就是特别害怕跟外界人接触，我感觉我跟别人就是没什么话好说，而且我觉得社会上就是工作什么的节奏，生活节奏太快了，我适应不了。给你多长时间你可以独立生存？我先给你一个条件啊，前提条件是你跟小张不分手，但是要自己独立生活。这个虽然难，但是只要他愿意换工作，我就可以。你别要求他，说你什么时候用多长的时间能让自己活下来，能生存？活不下去。
所以说你不是因为这份爱情而活不下去啊，你是因为离开了这个男人的荷包你活不下去啊。没有。你需要的是他的钱，不是他。我只想他工作的时候也和我在一起，我想让他辞掉工作，如果他愿意辞掉工作，那你们俩怎么活呢？我可以不买衣服，我可以吃得很差。那不是他都没工作了，你们俩吃什么呢？我吃青菜都可以，我不吃肉。你从哪儿弄来的青菜吃啊？是在网上偷几颗来吃吗？麻烦呀，麻烦大了。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女孩，你真是爱她吗？我爱她呀。你爱她，你为什么给她那么多压力和包袱啊？我没有。那你现在照常老师问了，在跟她不分的情况下，你什么时候自己先能独立？你不用她一分钱，你先独立工作。因为我没想着跟她要分。不是没让你分呐，我没让你分手。我只想就是她工作，然后我把后勤给她弄好就行了。那你这样酸的人家工作也没法工作，现在你是影响人家工作了，你现在是用那种可怜来拴住他。我今天看，我反正觉得这小伙子特可怜，我觉得，我一点都不同情你。我觉得你啊，如果刚才老师说了，你是本科，你不工作，你24岁没有问题，你去看看那么多励志的故事，人家50岁、60岁还创业呢，你怎么就不能出去工作了？不是我不愿意去，那你去啊，你现在就去啊，今天上完这节目，明天就去找工作，他还给你办班呢，你从最底层做起，你去饭店，你要找不了我给你找饭店服务员，你去找工作去。我不想跟外界人接触，为什么？你是生活在这个外界，你必须要跟社会接触。我觉得没必要，我觉得我有他就够了。有他够了，那现在这样，他觉得不能跟你在一起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不管。你现在这个那你就是无赖了。要我说你的话，你这就赖，你以可怜来博得别人的同情。你现在所有的就是因为你太轻松了，你太舒服了。你白天睡大觉，晚上你当然不睡。你要让我白天睡，我晚上也不睡。你给人姑娘说的太狠了，是吧？不是真的，我是为你着急，我不是狠。这小姑娘刚才一直又那么漂亮，背对着我这儿哈，我刚刚她说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刚刚转过来，我看小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，但是没想到你的心情会这么沉重。姑娘，你其实该改变一下你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。小伙子挺不容易的，剧组打工啊，确确实实很辛苦，不可能分分钟、时时刻刻的回应你的所有的事情。你这么追着他、黏着他、赖着他，反倒给他一个特别大的负担。男人挺怕这个的。还有一个对你挺好的。你的年龄现在是奋斗，事业和家庭都得要，对不对？我原来刮彩票也是因为我想我也中25万，然后给他陪我。别跟他说了，来姑娘你转过来吧。24岁一个女孩，怎么这是什么人生观啊？现在说好听点叫爱情吧，说不好听不就是寄生虫吗？哎呀，你24呀，你把自己的青春消耗在没完没了的对爱情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里面，你真不像24岁的。我就跟那小伙子说两句，也别装的跟什么委屈什么那个无辜的眼神看着我。我觉得你真不委屈，是你造成的。这应该是说两个人责任，并不是我单方面造成的。你跟她谈恋爱，你应该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，她的性格大概怎么样。她当时性格很好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说的就是你应该知道对方，你跟对方谈恋爱，你肯定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，开朗或者是封闭，他是不是过于依重别人对他的情感，你知道。但是你把他拐向这条路，是因为你自私。难道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自私？我没觉得。2个谎言，男人愿意对女人说。女人问：“你能爱我一辈子吗？”我能。显然你的女朋友相信这一点，这是第一个谎言，你说过吗？我说过。第二个谎言，离开不代表就是不爱。对，第二个谎，离开就不代表不爱。对。哲学讨论了是吧？好，第二个谎言是什么？我养你一辈子。很多女人愿意听这样的，自己心里可美了，觉得哎呀，我男朋友对我太好了。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有些自私的，用着某些爱情中经常说的谎言，把一个女孩给骗了。男生有别的女朋友吗？没有。这一期节目看得我很难过。男生一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高大全的样子，
但是掩饰不住里面有高高在上的腐臭味。4年的时间里面，男生把一个女生变成这个样子，他其中是有一定的精神控制术的。这个精神控制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，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技巧，而是慢慢的摧毁一个女人的自信心，就一点一点的把一个大学生，一个在家里面可能是天之娇女的一个女孩，她的自信给一点一点磨掉了，摧毁掉了，把一个本来应该花样年华在外面交际有很多朋友的一个女孩子，慢慢变成了像金丝雀一样养起来。一个好男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变得卑微的。你现在不爱她，你只是同情她，或者说有那么一点责任感。关于女孩，你觉得她爱你吗？现在不敢确定，应该还爱。我觉得是不爱的。为什么？请你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她爱的。因为我爱她呀。你爱她，她就必须爱你吗？这是完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。你这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给这个男人当一辈子保姆吗？是，我愿意。是啊，你是愿意啊，人家不愿意啊。为什么爱情变成了一切不好事情的借口？难道有爱就可以去控制别人的人生吗？难道有爱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人生吗？难道有爱就可以让自己卑微的变成别人的一个附属品吗？妻子，什么是妻子？妻子她不只是有感情才可以成为妻子的，她要让丈夫能够尊重，她才可以成为妻子。你觉得你现在身上有值得别人尊重、值得别人去爱的地方吗？有啊，我就只有他，我从来也不在外面沾花惹草，我从来什么都不，我就生活中就有他，我想心里想的、嘴里念的全都是他呀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从来没有哪一天像此时此刻这样渴望背叛。每一场节目我们都谴责那些背叛爱情的人，但我今天真希望你能背叛，喜欢上另外一个男人，还有背叛的能力，还有背叛的欲望，你没有。我们说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这说明的是奉献的意义，把自己烧干。繁华似锦空无物，满心满脑独一人，说明的是一个人的专一和执着。但是当这两个诗句所形容的情况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演绎的时候，现实非常的残忍，因为它变成了个废物。我曾经说过，普通的爱情能够做到彼此是对方的唯一，但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做到彼此是对方的一切，这是要平等的。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一切。对，但你不是他的一切。男方说自己一直没有错，我想说的是，你确实有一点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个吸毒的人，每次想要吸的时候，都向他的家人说：“你就给我最后一包吧。”你说不给他吧，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样子；你说给他吧，又是害了他。你就是那个给他鸦片的人。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最初希望她是个快乐的精灵，结婚之后希望她是个提线木偶，什么都听我的，后院不起火，做好饭，带好孩子，那就是贤妻良母。但是当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贤妻良母，一个执着于家务而不谙世事，同时又能够影响到你自由的时候，你又会讨厌她。她怎么这么拖累人？于是我转身想要掉头离开，这就是男人的自私。你也有这样的自私。至于他，我不想说多的。你有过那样的家庭背景，导致到你现在有这样的畸形的恋爱观和诉求观。说是你的错，其实也不是你的错了，你遇错了男人。如果你也遇到一个能够把你捧在掌心一个那样的男人，你们俩会非常幸福。但可惜你们俩并不对等，你找错了人。老师们其实说了一件事儿哈，科学家们做过实验。温水煮青蛙嘛，对吧？把青蛙放在这个凉水里面，加热1度，青蛙没感觉；再加热1度，青蛙没感觉；再加热1度，青蛙没感觉。逐渐适应，最后青蛙被煮死了。其实我想老师们提到的你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他的今天是你帮他营造了一个模式，是这个模式让你们两个共同
在扼杀着彼此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互动。我们勇敢去面对，今天不是要给你冠一个罪责，而是说我们互相去找这段情感里哪儿错了，哪儿错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我其实特别恨你，我特别恨有了爱情之后就把自己完全给丢了的人，我特别恨这种人。因为很简单，我说一句话你别介意可以吗？啊，我没有任何诅咒你的意思。啊，您说。我只是给他做一个假设。此刻现在突然一个灯掉下来了，吧唧，意外事故，他离世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也死了，我跟他一起去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嘛。那你父亲呢？你母亲呢？他们怎么办？他们还有我弟弟呢。就是你把你所有生活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别人，你自己不去承担生活，然后你还装得楚楚可怜和动人的跟我们说，我这是因为爱情。如果那是爱情的话，没有人要爱情了。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刚才那个女生，你说你不像她，对不对？你比她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给我做一个判断，如果你是那个女人，你怎么办？你外出打工，供她到美国去留学，她学成回国了，现在她不要你了，你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就非得跟着他。很可悲，姑娘。如果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说，他花我的钱，或者说我在经济上面是独立的，我完全可以自己生活，只是我在精神上依赖这个男人，我的爱情世界没有他不行，我会给你挑大拇哥。但是你这样，我只能说你在出卖你自己。我让你看清楚，那个姑娘的做法是什么。我让你看，你可以不看。因为那个姑娘给你一点启迪都没有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在这个节目现场信誓旦旦地说，离开一个男人不行的女性，她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？你看。啊，对不起，月爸爸，妈妈，对不起你们，我这么多年的青春用在我所谓的爱情上，妈妈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追求的这些年呢，他没这样，他这么对待你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在你活着的时候，让你看到我披着婚纱的那一天，爸爸。每个女人都希望属于自己的婚纱，拥有属于自己的爱自己的丈夫。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在牵到自己爱的那个人的手的时候，能够珍惜每一天。此生谢谢你爱过我，我无怨无悔。希望5年之后你见到我，会是另一番模样。如果你决定离去，不要发出声音。在那个现场，我看到了一个气场很强大的女性，不是4年的情感，那段情感有8、9年之长。那个女人把自己的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部给了一个男人，但是当她发现她在这个情感当中迷失自己的时候，她选择了坚强。你知道他有病吗？他有很严重的疾病，他的父亲有癌症，他自己的生活又面临这么大的打击。你呢？你被他养着，像个寄生虫和金丝雀一样的，天天等着主人回来喂你一口食吃。你不觉得你可悲吗？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今天死了，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1分的留恋，对自己的兄弟没有1分的留恋，就留恋所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之间的这种小情小爱，然后你就去死了，死就死吧。这个社会不需要这样的人，我们也不愿意保卫这样的爱情。想知道这个姐姐现在怎么样吗？离开之后，我觉得她应该过得不好。过得不好是吧？对。为什么她过得不好呢？因为他离开他最爱的人，是吧？我给你看，来，我愿意今天跟你分享这个，来看一下。这是我们节目录制完大概有半年之后的一段回访。房姐，房姐你好，你好，这么老远过来的。
这是您现在生活的房子是吗？这不是朋友们说，就是我那个脊椎有病，说不能睡地下室，说阴凉对我病不好，我就找了这小楼房。我身体是不好，一直也跑着各个医院，就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。不看病的时候，我就去找个零工打打。您现在感情状况怎么样？我就一直过得很平静，再也不会像以前就是那么执迷于感情了，为了感情那么痛苦了。您现在跟任先生还有联系吗？没有联系了，希望他过好他的生活，我们的一切都过去了。如果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伤害，我希望他能原谅我。如果生命中真的能遇到懂我、能够接受我有这么多坎坷经历的人，那么我会加倍的去珍惜他。希望你们都能看到我有幸福的那一天。我说你什么呢？你经历过说好了跟他结婚，酒席都定好了，肚子里怀着孩子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的背叛吗？你经历过吗？他有这样对过你吗？没有。你经历过为了他能够演上一个角色，或者为了他能吃一口饭，你把自己的身体都累垮了给他攒钱吗？没有。那个女人爱可以从她的嘴里说出来，你确实不像她。还没明白吗？当你都失去自己的时候，你怎么留住一段情感？姑娘，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你的老父亲和老母亲站在你的遗体面前，他们为你哭泣，我们很爱你，我们伤害了你，让你有了今天的时候，你心里愧疚吗？当你的弟弟被很多人指着说，看见没有，他的姐姐就是那个为了一个男人就轻易死掉的女人，这个时候你让你弟弟怎么面对众人？回答我。我不知道。所以姑娘想清楚，我们都掰开了揉碎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真的善良是为一个人好，不是用所谓的善良让一个人沉沦，变得不像一个人。一起进入黄金落水。我们一起走过这么多，经历过很多，经历过风风雨雨。我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你还是如此的痛苦。我承认，你那么多的痛苦，那么多的伤害，有我很大的责任。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伤害你，可是到最后却把你伤害得不轻。我希望你还是冷静一下。我知道你之前我就是对你猜疑心太强，不支持你的工作，我以后会改。不完全是这样的。但请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们是用了4年的时间相爱，我不想用一辈子去忘记你。我希望你还是冷静一下，真的，冷静的想一想。我不想你的生活一直都这么颓废下去，我想让你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那我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之后，你会不会还会和我在一起？将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好，对不起。时间到，我告诉你，刚才那句话我特别欣赏，特别打动我。我不希望这4年的恋情我要用一生去忘记这4年的恋情，这句话特别打动我，也许刻骨铭心。但是我相信，当你独立之后，这段恋情它只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不管是你们俩继续往前走，还是就此分开。所以姑娘，你看，你失去自己的时候，爱得再深，男人都会跑。我可以跟你打赌，他今天出不来了，你信吗？往回走吧，去吧。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爱情，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很多的启迪。我们今天的表决最简单也最极致，现场的你会因为失去一段爱情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吗？如果你放弃，请选择赞成；如果你不放弃，请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谢谢。
啊，大家都乐了，也都鼓掌了。你觉得这姑娘最大的问题在哪儿？她不珍惜自己，把她男朋友的位置放得太高了。啊，你会这样吗？我不会。你会把一个男人往死里逼吗？我会洁身自好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结局应该知道了哈，看看他们的选择吧。我主要想看这扇门背后的悬念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赶紧鼓掌吧。